12月3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一支由北约情报部门人员和波兰特种部队成员组成的联合部队，身着乌军作战服，抵达了卡霍夫卡水库右岸的马哈市。透露这个消息的人还表示，这支特种部队隶属于北约司令部，由北约直接指挥。那么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他们会前往马哈市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后，北约呢一直在避战，不管是对乌军军援还是多国志愿兵入乌作战，北约方面都没有公开出兵。但是关于北约士兵入乌作战的消息，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过。当时有说北约国家的指挥官被困在了马里乌波尔，乌军后方一些的军事动作也有欧美军事顾问的影子。再加上11月中旬，扎波罗热地方官员透露，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正在当地参战。因此，乌境内有北约军人，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前不久，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是，波兰制裁了部分车臣军，还有卢顿两地军队的军官。波兰这一举动，无疑是对俄军在战场上故意针对波兰志愿兵的报复。此外，俄乌刚开打的时候，波兰就曾建议北约出兵，他们也确实想出了一些办法，并在北约会议上专门提了出来。会议上，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最终这项提议并没有得到认可。对此呢，波兰方面也解释了，他们不是想让北约和俄罗斯直接开战，而是希望北约能够派兵到俄军未占领的区域，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不接受任何战争罪行。毕竟只有俄乌战争停止，波兰才不会继续遭殃。所以即便北约各国官方层面上没有确切消息，但是波兰向乌克兰派出特种部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波兰特种部队为什么要前往马哈市呢？首先，马哈市位于卡霍夫卡水库右岸，距离扎波罗热不到60公里。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呢一直是俄军重点轰炸区域，当地驻守的乌军是第44炮兵旅。这支乌军此前不断地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同时由于该地区位于卡霍夫卡水库右岸，因此对俄军在赫尔松的行动有着极大的威胁。例如，此前俄军从第聂伯河右岸撤离，主要就是担心乌军把卡霍夫卡大坝给炸了。当时赫尔松地区是战云密布，双方调兵遣将，都在为打大仗而做准备。而在准备期间呢，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遭到多次炮击。虽然俄军一直控制着大坝，但是并不能完全避免水漫赫尔松的情况发生，所以俄军选择了后撤。一旦大坝被炸，俄军呢将会被第聂伯河分割。总之呢，马哈市对俄乌双方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要地。一方面呢，俄军如果能够长期占领大坝，那么他们就能重新在赫尔松展开攻势。而乌军是否能够威慑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行动，也要看能够打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目前呢，赫尔松对于俄乌双方来说都是必须拿到手的，但是双方由于俄方撤军而陷入了僵持。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兰特种部队出兵马哈市绝非非同小可，不排除波兰专门派出一批精英去帮助入乌的志愿兵作战的可能性，很可能会打破俄乌两军僵持的平衡。当然，有关这次波兰特种部队入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前往马哈市目的是要对乌境内那些为俄军提供帮助的人展开大清洗。这些人当中呢，大部分已经消失，但还有一些漏网之鱼。鉴于乌特工对反叛者的严厉打击，所以俄罗斯为了保护这些人，才想出了炸死这招。例如，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市行政当局副长官维塔利·古拉曾在俄特工的安排下被枪击后送往医院，然后让新闻报道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依靠类似方式躲过一劫的内应不在少数，而他们提供信息，帮助俄军打击自家人，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虽然这一说法有一定根据，但并不靠谱，因此大兵是更倾向于第一种。话又说回来了，既然这支特种部队来自波兰，那么波兰有没有可能明面上入乌作战呢？这一点从俄乌开战后，波兰为了备战俄罗斯，花费巨额军费购买装备就能看出。俄乌开战后，欧洲多个国家纷纷宣布上调军费开支。相比之下呢，波兰的扩军动作受到关注度较低，但是扩军规模对比德国这些欧洲老牌强国也是不遑多让。具体来说呢，波兰政府打算将2023年军费开支从目前 GDP 的2.4%提高到3%，
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了，已经接近一个国家和平时期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在波兰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之外呢，更加详细的扩军计划也很快铺展开。按照他们公开的计划，总数约12万人的波兰国防军将在2023年扩充到约25万人，直接增加1倍多。4月份，波兰更是出乎外界预料地宣布，将从美国采购250辆 M1A2 SEP V3型主战坦克，再加上装甲抢修车、架桥车以及武器弹药、人员培训等附属项目后呢，整份订单的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时间来到7月份，波兰又宣布将从韩国采购先进武器，初步估计是1000辆左右的 K2 坦克和约600辆的 K9 自行火炮。而双方在8月下旬决定签订购买协议时，这个数字已经精确到了980辆 K2 和648辆 K9。如果再加上8月份签下价值30亿美元的48架 FA50订单，那么波韩交易3款装备的总金额已经高达了约148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了。即便这样，9月初，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瓦什夏克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波兰军队已经决定采购96架美制的 AH-64E 武装直升机，作为下一代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取而代之之前装备的32架苏制米245直。随后，这个消息得到了波音公司确认，预计订单金额将会超过124亿美元。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军购，波兰军购总金额超过了332亿美元。实际上，波兰在2021年的军费开支也不过137亿，2020年更是只有120亿。如此大手笔采购其他国家武器装备，显然是超过了其承受能力的。这可不是仅将军费开支提高到占 GDP 3%就可以解决的。举个例子，波兰军队早就面临着32架米24逐渐老旧的问题，但是采购新装备时却一直在美制的 AH-1Z 和 AH-64E 之间犹豫不决。原因在于 AH-1Z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主导的项目，最大起飞重量约 8.5 吨，吨位略小，但是价格使用费用较低。AH-64E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 10.5 吨，不仅吨位较大，使用成本也很高。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波兰后来采购32架 AH-1Z 的概率是应该更高的，但最终却出现了他们豪掷124亿购买96架重型 AH-64E 的情况。如此数量型号的增长显然并不正常。此外，在2020年，波兰空军还以46亿美元采购了32架 F-35A， 平均约 1.4 亿美元的单价。这意味着波兰空军向现实的屈服，这显然是价格较低的低配方案。至于近期引进韩国的 FA50时，数量直接达到了48架，单价则为6250万美元。这对于一款兼顾教练机使用的型号来说，这已经是罕见的大额订单了。可以说，自从俄乌燃起战事后，波兰先后购买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将空军和陆军的核心装备都换了个遍。这里大兵解释一下啊，由于波兰海岸线较短，海军规模非常小，因此不被重视。总之呢，波兰今年超过332亿美元的军购，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军费开支在134亿美元徘徊的国家所能承受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价格高昂的军事贸易订单费用并不是由波兰政府支出的。考虑到俄乌开战后，由于波兰独特的地理优势，很快便成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支援的战略前沿。美空军的 C-17A、C-5M 等战略运输机都源源不断地将先进装备运抵波兰东部机场，之后再经陆路运往乌克兰。此外，波兰还公开向乌克兰提供200多辆 T-72坦克以及100多辆配合作战的步兵战车，估算价值将不低于17亿美元，这恐怕也不是单纯的支援。更重要的是，波兰在采购 AH-64E 的时候，还有 AH-1Z 作为表面竞争对手，但是在采购韩国3款武器装备以及美制的 M1A2 时，基本都是大手一挥，直接签下了大额订单，根本没有通过列入其他装备促成压价的操作。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波兰多笔军事采购很大可能是由美国的直接经济援助，采购武器型号自然也受美军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未来俄乌战火外溢，那么波兰将很有可能作为北约先头部队入乌作战。而除了波兰军购，北约近期的军事调动也是值得注意的。
11月下旬，罗马尼亚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称，北约正在从摩尔多瓦附近集结美第101空降师、3到4千人的法国军队以及众多波兰士兵。从地图上看，摩尔多瓦边境与敖德萨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距离，距离尼古拉耶夫直线距离也只有不到200公里。目前，敖德萨是一个设防区，尼古拉耶夫则是接近前线的安全城市。也就是说，北约如果使用军用运输机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人员投送到敖德萨，难度相当容易。届时，由法国、罗马尼亚和波兰组成的先遣队抵达敖德萨，经过尼古拉耶夫，横穿第聂伯河左岸，将直接切断赫尔松俄军与后方的联系，最后再向克里米亚展开进攻，然后切断俄军与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甚至直接帮助乌克兰拿下克里米亚。此举呢，等同于将一把尖刀直接插在了俄罗斯的腰子上。由于泽连斯基早在7月份就签署了授予波兰人在乌的特殊地位法案，因此波兰部队在乌作战，名义上也说得通。这就是为什么大兵前面说波兰将作为北约入乌作战先头部队的原因。同样在11月下旬，根据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说法，北约为了遏制俄罗斯，也在波兰东部集结了大量的部队，这很明显也是一个潜在的战区。总之呢，自从俄乌开战之后，波兰就一直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危，所以不排除战事升级后，波兰会出兵保护乌克兰后方安全，以释放出乌军更多兵力前往前线。这样，俄乌双方前线的力量对比就会完全失衡，俄军将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但是不管波兰还是北约，明面上都不敢真正的把俄罗斯逼到墙角。毕竟毛熊失去理智之后，完全有能力抱着整个北约同归于尽。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虽然美俄双方处处互看不顺眼，但是从未下死手的原因所在。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